好事成双大结局中，魏明被抓，黄家姨生女离婚，林双和顾许结婚，江喜和江海也都事业爱情双丰收。剧中的结局很完美，但并不现实，过于理想化。电视剧没拍出来的这几处原著中的情节，才是最真实的人性。一、林双睡江海报复江喜。一个从小到大都是第1名的学霸，优秀且心气高，大学毕业后却做起了全职太太，还遭受丈夫多次出轨，被当作保姆使唤。林双是能忍，但她不是傻子，面对小三江喜，谁都不可能做到心平气和，更别提跟她成为闺蜜了。所以林双对江喜根本就没有那么单纯，就是为了利用她来对付魏明。当然江喜也没那么简单，答应了跟林双的合作，那是因为魏明只把江喜当作玩物，对他没有真心。试想，若是魏明对江喜真有感情，或是愿意为了他离婚，江喜还会屁颠屁颠地跟在林双身边，各种帮他吗？原配原谅小三，且跟他成为朋友，也只会发生在电视剧中，为了传播所谓的 girls help girls 的真能量。但是真的所有的女性都能做到互相理解、互相帮助吗？包括跟自己抢男人、破坏自己家庭的第三者。原著中，江喜答应好了跟林双见面，一起对付魏明。结果到了第2天，江喜为了能多拿点离职补偿，答应了魏明的要求，跟他一起去了天津，沦为魏明发泄性欲的工具，被折磨得不成样子。10万块钱不是小数目，江喜宁可不要尊严，也要钱。但这点钱对魏明而言可不算什么，江喜为了这点钱都能对林双不守信，更别提魏明要真是给了江喜很多好处，甚至娶她，江喜能对林双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了？林双也不是好惹的，她去找江喜，得知江喜又跟魏明在一起后，她便生起了报复之心，睡了江海。原著中写道，没有什么配不配的，就当我俩是相互利用吧。你需要女人，而我需要安慰。林双木然道，凭什么男人可以以生活的压力为借口，出去不负责任的翻云覆雨，而女人就必须受尽生活的捶打，3从4德着独自对抗无边的寂寞？魏明千万次，林双只想放纵一次，表现好一点。鼻翼相接间，林双冷傲地说出这句话，她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高冷女王，没有情感的对自己的奴仆颁布着命令。比起魏明的敷衍了事，江海几乎是使完了毕生所学，用尽了全部力气在取悦林双。他的技巧还有些青涩笨拙，但燃烧的心却是滚烫炽热。你想叫就叫出来吧。江海提醒林双，反正这里也没有人。这一声提醒，让林双这些年来积攒的所有欲望在一瞬间溃堤，喷薄而出。世俗在欲望面前溃不成军，完全不值一提。这眸子太熟悉，让他想起了江喜。此刻他应该也在床上和魏明做着同样的事吧。想到这，林双越发对江海所求无度。俩人从沙发、桌边、鞋柜一直折腾到江喜卧室的床上。他居然某年某日做出了从来想都不敢想的事，怀里躺着一具陌生的身体，心里恨着2个熟悉的人，一边是海水，一边是火焰。林双也是醉了4次，最后还是林双实在体力不支，折腾不动了，向江海求饶。现在他们俩是一样的人了，一个是勾引男人出轨的小三，一个是婚内出轨的荡妇，他俩平了。而当江喜回来看到林双跟江海发生关系时，林双看到江喜气急败坏的样子，他的表情是得意的。江喜没有道德底线，林双也可以不要，他们2个之间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，这才是人间真相。2. 江喜留产额大老板10万块。剧中江喜对魏明是有感情的，他以为魏明是爱他的，他最初的想法就是踢林双出局，自己入局，也就是嫁给魏明。原著中江喜从没想过嫁给魏明，他也不想跟这样的男人一起生活一辈子，他只想要钱，
只想在魏明这里拿到自己想要的，就换人。江喜跟过的男人很多，多到数不清，他换过的工作也很多，每换一份工作就会换几个男人，习惯了靠男人捞钱。剧中的江喜是个励志人设，工作能力出众，也很努力。其实原著中的她就是个捞女，为了钱可以不要脸面和尊严，可以接受魏明变态的性暴力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江喜怀过孕，但名不正言不顺，孩子还会挡住她的捞钱路，只能流产。而这一流产又让她捞了10万块，虽然钱是江母要的，可以说是讹的，但也是江喜默许的，是江喜种下的因。都说男人出轨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1次不忠，终生不用。但是女人做惯了小三，就是那么容易金盆洗手的吗？她们习惯了挣快钱，习惯了在灯红酒绿中过着奢靡的日子，就很难再回归平凡的生活。除非是钱挣够了，人也玩不动了，才会找个老实人接盘，或是拿挣到的钱过自由的生活。所以说，惯三根本没那么容易变好，也不会帮着原配对付男人这棵摇钱树。小三跟渣男一样都很可恨。3. 魏明出轨米雪。剧中魏明只有过2个情人，一个是小三江喜，一个是小四黄佳怡。原著中还有个小五，那便是米雪。其实剧中可以看出米雪是迷恋魏明的，她经常在魏明那里打小报告，针对江喜，一是因为工作上的竞争，二是因为吃醋。米雪聪明敏感，她早就看出了魏明和江喜有一腿，所以对于米雪后期的转变，又是帮着林双，又是为江喜说话的，这种变好就很突然，也不太真实。原著中有这么一段描述：魏明躺在自己的公椅上，正悠哉悠哉地抽雪茄，江喜隔着桌子向他汇报工作，他只是那呀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就在江喜打算问他小银科技的合同流程的时候，突然他听见脚底下桌子里似乎传来重重的咚的一声，这一声闷闷的，但还是让江喜忍不住好奇，弯下腰查看。他的视线逐渐下移，再下移，直到掠过桌子的台板，透过缝隙，他看到的竟然是一双女人的眼睛。江喜一惊，猛直起身看向魏明。魏明面无表情，若无其事地扣上皮带，转过椅子继续抽雪茄。江喜这一瞬间的感觉，就像是热身子被人泼了一瓢冷水，身子冷了，又被泼了一瓢开水，说不上来的战栗。那双眼睛，他太熟悉了，熟悉到能脱口而出是米歇尔。这个点，他们俩在办公室里，不用说，难以想象的龌龊画面。他没料到魏明竟然饥不择食到这个地步。魏明和米雪有不正当关系，这也是米雪能够在公司横行霸道的原因，魏明罩着他呢。而江喜撞破魏明和米雪时，魏明已经和黄佳怡领证了，黄佳怡还怀了魏明的孩子。果然，犬食屎，天性也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魏明本性难改，这次不但是婚内乱搞，还是在妻子孕期出轨，有多可恨？像魏明这种不知羞耻、没有道德底线的人，就不配为人，他永远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小三也是一样，他们也只会越过越好，而被背叛的全职太太也很难会有顾许这样的男人等着他们，除非是理想照进了现实。